不久前，我去了朋友的家做客。当我踏进他的家门时，我的第一印象是，他家真是大，2层楼的宽敞空间，超过100平米的客厅，以及周围的精致装饰让我感到惊叹不已。在朋友家的客厅，墙上摆满了大量的书，整齐的排列，有些摆得高高的，以至于需要凳子才能够够得到。这些书大多是古代名著，外表也非常精美。然而，当我突然想翻阅一本书时，朋友突然大声说：“不要碰，那些都是假的，只是用作装饰。”假的？这么精美的书，居然是假的？我一时之间无言以对。我开始仔细检查了墙上的装饰品，不仅书是假的，连墙上的其他装饰品也是伪装的非常巧妙，以至于让人难以分辨真伪。这种伪精致让你沉溺于虚荣。当我想到这一点时，心头涌上一种令人不悦的感觉。有些人从不阅读书籍，却将书用作装饰，假装自己是个读书人。几乎每个人在装修家里时都会考虑创建一个书房，或至少计划放置一张书桌，梦想着有一天坐在书堆中悠闲地翻阅书籍，旁边摆放一杯茶，成为那个幸福而闲适的人。然而时光流逝，再去看看书房中的书，你会发现它们已经被尘封，好久没有被翻阅了。虽然偶尔会购买新书，但你的书架上总是摆放着旧书。你可能会说，这些书将来会传给孩子，他们也是财富。然而，当孩子长大后，他们可能更愿意使用手机，而不是阅读书籍。于是，你的书籍堆积如山，却鲜有人翻阅。家藏万卷书，如果一本书都不阅读，只是用书来掩饰内心的空虚，那你所谓的爱书之人不过是自欺欺人。出门时带上精致的包包，只是为了虚荣。许多人相信，只有携带名牌包包才能保持自尊，否则会被别人看不起。然而，并非每个人都能负担得起昂贵的包包，因此他们转而选择购买仿制品。人们喜欢手工制作的包包，因为手工制品被认为是正宗的，但实际上它们也常常是机器批量生产的。然而，你可以固执地宣称，这是我亲自制作的包包。别人会夸奖你，即使你的包包事实上不是亲自制作的，这种自我陶醉让你感到满足。有一个名叫花花的朋友，长相不错，但不喜欢工作，常常频繁跳槽，每年只工作2-3个月。尽管如此，他购买了许多品牌仿制品包包，有些甚至只使用了1-2次，还有一些根本没有使用过，因为他担心别人会认出他们是仿制品。然而，为了满足这种虚荣心，花花花费了不少金钱。这是否值得呢？虽然花花明白其中的道理，但他仍然坚持认为他的朋友也都喜欢这样做。甚至微笑也可以是一种伪装。你不确定看到的脸是否真实，也不确定对你微笑的人是否真的喜欢你。经过训练的职业微笑变得越来越多，笑容变得僵硬，失去了真实性。真正的微笑是发自内心，是真诚的，不是被迫的，也不需要虚伪的微笑。那些表面上对你微笑的人，可能是在策划某些事情，试图通过与你建立友情来利用你。真正关心你的人会与你分享喜与悲，而不仅仅在你面前微笑。如果无法发自内心的微笑，就不要假装微笑，因为这样只会显得更不自然。陪你笑的人不一定陪你哭，陪你哭的也可以陪你笑。真正对你好的人会在你最困难的时刻陪你哭泣，而不是只在你高兴时微笑。如果无法真实的表达情感，就不要假装，因为虚伪的微笑会让人感到不自在。这种伪精致让你越来越虚荣，而你的内心也被尘封。当你变老后，你会意识到虚伪行为令你感到疲惫，
你一直在为虚伪买单。你的追求虚伪的幸福生活，只是将一堆假东西打包，让你在其中迷失自己。最终，你可能感到疲惫不堪，撕下虚伪的面具，停止浪费时间在虚伪上。你会摒弃表面的装饰，不再需要虚伪，只关注内心的满足。真正的精致生活源自简单和朴素，简约生活才更轻松，朴实生活才更美好。最美的画面常常是黑白的，最幸福的生活常常是朴素的。精致的生活不需要虚荣，它需要用心过每一天，不愚弄他人，不欺骗自己。只有那些真正用心生活的人才配得上精致这个词。